今天我们要来盘点台湾最美丽的10座小镇。有人说，台湾不只有繁华的都市和壮丽的山海，各地还散落着迷人的小镇，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与风情。那么，哪些小镇能够入选这前10名呢？去过其中3个，就算你了不起。如果全部都踏遍过，那真是太令人羡慕了。现在就让我们深入探索这10个美丽小镇的魅力。第10名是台东县的关山镇，位于花东纵谷的腹地。清晨的关山小镇四周是薄雾缭绕的群山，与一望无际的稻田，微风轻拂，稻浪随风起伏，发出沙沙的呢喃声，仿佛在低语欢迎旅人的到来。关山最著名的莫过于环镇自行车道，全台湾第一条专用单车道，全长约12公里，绕着小镇一圈。骑上脚踏车悠游其上，只见路旁先是曲折的清水河道，接着转入翠绿的田野小路。随着里程增加，田园风光不断变换，有时可见蔚蓝天幕下白鹭齐飞，有时望见远处艳阳洒在稻浪之上，整片田野仿佛镀上一层金黄。骑到8公里处时，忽然一阵清新的稻香扑鼻而来，绵延无际的稻田风光让人心旷神怡，仿佛置身于法国画家米勒的田园画卷中。关山出产远近驰名的关山米，灌溉稻田的是来自中央山脉的纯净山泉，因此米饭粒粒晶莹，香 Q 是小镇引以为傲的珍宝。在这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午后骑累了，可以在百年老树下歇息听蝉鸣鸟叫，或漫步关山老街，瞧一瞧传承3代的中药铺和日式老旅社，感受朴实的岁月痕迹。有人说，关山是一座适合慢下来的小镇，坐在田埂边看夕阳西下，连日常平凡的萝卜干在这里都有银行，可以典藏发酵，日子过得很慢却很充实。关山镇没有都市的喧嚣，只有田野与山峰相伴，简单的幸福在夕照中发酵，这静谧的美让人一待就不想离开。第9名是彰化县的鹿港。提起鹿港，不少人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幅古色古香的画面，红砖老街纵横交错，庙宇林立，处处可见雕梁画栋的传统建筑。鹿港在清朝时期曾经繁华一时，乾隆年间成为台湾中部的重要港口与经贸中心，鼎盛时期一度是全台第2大城市，仅次于台南府城。漫步鹿港老街，仿佛走进历史隧道，狭窄蜿蜒的石板路两旁是保存完好的闽南传统店屋，木雕门扇与精致窗棂透着昔日荣景的余晖。一条著名的巷弄尤其引人注目，摸乳巷。这条巷子宽度不足容2人并行，相传过去行人会不小心碰触到对方的身体，因此得名。如今走在幽暗凉爽的摸乳巷，脚下青石板仍保存着古早味，让人体会昔日巷弄人来人往的热闹。鹿港的宗教与公益文化极为丰富，镇上有2座鼎鼎大名的古庙，一座是天后宫，供奉海上守护神妈祖，香火鼎盛；另一座是龙山寺，被誉为全台最美的龙山寺之一，院落深深，雕刻细腻，木构架与斗拱彩绘经历200多年，仍繁丽华美，堪称东方艺术建筑的瑰宝。一边欣赏庙宇的精致雕花彩绘，一边不禁想象当年将士们聚集鹿港，将心血凝聚于一木一石之上，那股匠人精神如今仍隐隐可见。除了建筑之美，鹿港还是小吃天堂。走在老街上，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糕饼香和海味的咸香。来到这里不可错过传统美食，像是充满古早风味的牛舌饼、凤眼糕，还有鲜河制成的河仔煎河虾喉，用特产小虾烹制的美味等，每一口都藏着古早味的惊喜。在鹿港，你能同时感受到历史的厚度与生活的温度。黄昏时分，漫步于老街，听夕阳余晖下传来附近住家飘出的南管乐声，仿佛时光在此停住。难怪有人说，一府二鹿三猛侠，昔日鹿港与府城、猛侠并称繁华。如今虽繁华不在，但这静静绽放的古典之美依然叫人流连忘返。第8名是台南市的安平。安平可说是台湾历史的起点之一。400多年前，荷兰人登陆台南，最早的殖民据点就选在此处，并筑起坚固的热兰遮城，今称安平古堡。走进安平古堡园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残存的红色砖墙和古老的炮台，历经岁月洗礼，依旧矗立。沿着斑驳阶梯登上古堡顶端，极目远眺，一边是现代的安平港湾风光，一边脑海浮现昔日荷兰东印度公司旗帜飘扬的情景。这种古今交错的感觉令人不禁肃然起敬。西元1661年，明郑王国的郑成功率军攻下此城，赶走荷兰人，终结荷据时代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如今古堡旁那一栋栋老屋早已没了人烟，却因为岁月的魔法变成了更奇幻的景致。安平树屋便是一例。这座原本是旧仓库的建筑，废弃后大自然接管，一株株茄冬树、印度龙、疯长、粗壮的气根攀附在墙面和门窗上，密密匝匝，仿佛巨蛇缠绕。树干直接从屋内长出屋顶，走进昏暗的树屋，光影透过繁密枝叶洒落，其间鸟鸣声回荡耳畔，令人恍惚有种置身奇幻电影场景的错觉。安平不仅有古迹，也有迷人的街区日常。漫步安平老街，石板路两旁是低矮的旧平房与洋楼，新旧建筑交织出独特风貌。巷弄间不时飘来各种小吃香气，引诱你停下脚步。这里的小吃也是一绝，在地人怀念的虾卷，酥脆爽口，或是外酥内软，中间满是芋泥和肉燥的棺材板，充满创意又让人回味无穷。据说棺材板的发明正是在安平将吐司挖空，炸至金黄，再填入浓浓的羹汤。有趣的名字背后是台南人对美食的巧思与幽默。傍晚时分，不妨来到安平港，边吹吹海风，看夕阳缓缓沉入台江内海，金黄色的余晖映照着运河古堡，仿佛时光倒流，看见昔日帆影点点的热闹景象。安平这座小镇包容了殖民与反抗的历史记忆，又孕育出台南小吃的温情风味，古老与现代在此交融成独特的韵味。难怪走过安平，有人感叹台南的时间是用来流浪的。在安平，您可以慢慢流浪，细细品味历史遗留的每一道痕迹。第7名是苗栗县的苑里镇。许多人或许对苑里这名字感到陌生，但它曾获选为全台经典小镇评选的第1名，可见其深藏不露的魅力。苑里镇地处苗栗西北角，靠山面海，既有滨海的辽阔视野，也有淳朴的农村风光。走进苑里的老街区，迎面而来的是一股凝滞的怀旧氛围。街道不长，200-300公尺见方，新旧建筑交错其间，偶尔还能见到以土砖砌成的老房子，当地称为土角厝，墙面斑驳，却自有一番朴拙之美。苑里的老街古地名叫房里，早在清朝时期，这里就是一处繁华的商贸据点。咸丰年间商业全盛时期，街上店家为遮阳避雨，纷纷搭起长长的棚檐，连绵不断，以致遮蔽天空。于是人们称这条热闹的街道为不见天街。试想150多年前，货船在此靠岸，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买卖声讨价还价不绝于耳，长街上棚檐相连，真是日不见阳光，夜不见星辰的繁华景象。只可惜好景不长，在清光绪年间，一场无情大火烧毁了大半街区，再加上港道淤积，商旅转往他处，昔日的不见天街从此归于审计。走在今日的苑里老街，昔日城墙虽已不存，但那宁静的氛围却让人更加感受到沧海桑田。街上行人稀少，多半是缓步而行的当地老人，偶尔抬头能看见斑驳墙垣上挂着剥落的牌匾，隐约可辨顺天宫等古老字样。顺天宫是当地古庙，隐身于巷弄深处，庇佑着小镇居民，没有观光闹区常见的繁华商业气息。苑里老街保有一份淳朴宁静，然而正是这不刻意雕琢的恬淡，让它格外动人。一阵海风穿巷而过，带来不远处大海的咸味与田野的稻香交织。苑里还有一项令人称道的文化瑰宝，就是蔺草编织。这里盛产蔺草，早年居民以编织草席、草帽为生，造就了全台闻名的蔺草编织之乡美誉。走进苑里的蔺草工艺坊，只见巧手的阿婆正麻利地将晒干的蔺草一缕缕编织成精美的垫子与帽子，草香扑鼻而来，让人不禁驻足观赏。
每一顶草帽仿佛都蕴含着日复一日阳光下编织的岁月，也编织出院里人的集体回忆。对旅人而言，院里没有大城市的热闹繁华，却有一种洗涤心灵的魔力。你可以在黄昏时分坐在老街口，看晚霞余晖洒在老屋瓦顶，听虫鸣鸟唱和远方海潮声此起彼落。这默默绽放的风华，就像一幅静谧的画卷，耐心等待有缘人来细细品读。第6名是新北市的淡水区。淡水其实早已闻名全台，但我们依然将它列入小镇之列，因为淡水老街及周边旧城区的氛围的确有着小镇特有的浪漫与悠闲。一想到淡水，脑海中浮现的多半是迷人的河岸黄昏景致。夕阳西下时，淡水河口的天空染成一片金红，河面波光粼粼，远处观音山剪影沉默守护，景色美不胜收。这样的落日晚霞几乎成了淡水的代名词，也是不少情侣心目中最浪漫的约会场景。走在淡水的河畔长堤，常可见到携手散步的老夫妇或并肩看夕阳的年轻人，微风拂面，连时间都放慢了脚步。淡水为什么如此迷人？除了自然风光，还因为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早在19世纪中叶，淡水就是北台湾对外门户，英国领事馆、各国商行和传教士纷纷进驻，使这里成为台湾最早洋风盛行的城镇之一。漫步淡水老街，可以看见不少西式建筑遗迹与传统闽南建筑并存，例如红砖砌成的前英国领事馆，又称红毛城，矗立在小山丘上，见证着淡水开埠通商的历史。附近的护尾炮台残迹，则诉说着昔日军事防御的故事。街区中还藏着马偕博士建立的淡水礼拜堂与牛津学堂，这些古老建筑让人仿佛回到那个中西交融的年代。一边欣赏老建筑，一边别忘了品尝淡水的在地美食。淡水老街可是小吃王国，满街飘香 Q 弹入味的阿给油豆腐包粉丝，据说是淡水独有创意。卤得入味的铁蛋，颜色黝黑小巧，充满弹性咬劲。还有酥炸透骨的新鲜海鱼薯条，香甜的花生卷、冰淇淋等，让人口水直流。这里甚至有全台最古老的蛋卷店和红豆饼店，代代相传的好味道吸引无数老饕远道而来。一趟漫游下来，肚子和心灵都得到了满足。夜幕低垂时，你可以来到情人桥淡水渔人码头的白色拱桥，看桥身在彩灯映照下如诗如梦，然后顺着木栈道望向星光点点的河面，此情此景不禁让人莞尔。难怪淡水这名字听起来平淡，实则蕴藏无限风情。有人说淡水是台北人的后花园，但它更像是一个独立于繁嚣之外的浪漫小镇，等待着每个人前来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第5名是苗栗县的南庄乡。南庄隐身在苗栗山林之中，是一座让时光慢下来的小镇。许多到访的人都有相同的感受，在南庄，脚步不自觉放缓，呼吸也变得深长悠远起来。清晨的南庄，山岚飘渺，仿佛给整个小镇盖上了一层薄纱。太阳渐渐升起时，云雾散去，露出青山绵延与幽谷清晰的真容。空气中夹带花草树木的芬芳，令人心旷神怡。南庄老街是小镇的灵魂所在，短短一条街道却蕴藏丰富的人文风情。放眼望去，老街两旁是日治时期留下的木造和砖造房舍，有的曾是杂货铺，有的是老邮局，如今有的成了怀旧咖啡馆或特色民宿，把古早味和新创意融合在一起。走在石板街上，吱呀作响的木楼梯声不时从老屋内传出，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南庄的旧时故事。在老街的转角处，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桂花巷，那可是南庄最有名的景点之一。每年秋天，桂花盛开时，整条巷子弥漫着甜甜的桂花香。巷内售卖各式桂花相关的产品，桂花酿、桂花冰、桂花汤圆，香气随风飘送，引得游人寻香而至。不仅如此，桂花巷中还藏着许多传统美味，例如客家小吃板条、粉肠，以及必尝的客家类茶。来到一间古色古香的茶坊，小坐片刻，用手中的木杵研磨炒香的茶叶、花生和芝麻，再冲入热水，就做成了一碗香浓的擂茶。喝上一口，
茶香混合着谷物的醇厚在口中化开，既暖胃又暖心。这样的体验让人深刻感受到客家人勤奋与惜福的生活态度。其实南庄除了客家族群，也是族群大熔炉。早年泰雅族、塞夏族原住民就居住在这片山林，日治时期因采矿业开发，又涌入许多外地移民，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若时间充裕，可以前往不远处的狮头山风景区，山上散落着百年古刹寺庙。据说早年汉人与原住民相处融洽，还共同建造了狮头山的寺庙群，成就一段和谐传奇。南庄甚至以生活悠闲闻名国际。2016年时，南庄通过了国际慢城认证，成为国际 City Slow 组织的一员。也就是说，南庄的慢活精神不仅自得其乐，更获得了世界的肯定。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能有这样一方净土，让人放慢脚步，重新审视生活的美好，实在弥足珍贵。如果说旅行是一种疗愈，那么南庄无疑是一帖温润的良药。坐在南庄溪畔，看夕阳渐渐隐没在远山，映照出天空的一抹晚霞，耳边传来溪水潺潺与虫鸣唧唧，内心无比平静。难怪有人到了南庄就不想走，因为在这里仿佛找回了内心遗失已久的那份宁静与感动。第4名是新北市的九份。九份是一座宛如幻境的小镇，当夜色低垂，山城亮起点点红灯笼，迷蒙的山岚在巷弄间游移。此时漫步九份，仿佛走进了动画电影《神隐少女》的场景。昏黄灯火下，石阶曲径通幽，两旁挂满红彤彤的灯笼，高高低低的老屋轮廓时隐时现，耳边隐约传来茶馆里悠悠传出的怀旧歌声，让人分不清现实与梦境。九份为什么有如此迷人的氛围？这得从它的历史说起。相传清朝时期，九份山城最初只住了9户人家，交通不便，每次下山采购都会分成9份带回，因此得名九份。然而真正让九份繁荣起来的是金矿的发现。西元1890年代，山里发现了金脉，消息一出，整个台湾乃至海外的淘金客蜂拥而至，九份一夜之间热闹非凡，成为著名的金矿城。日治时期，九份进入全盛，采金事业红红火火，山坡上新建起大量日式平房和洋楼，还有戏院、茶楼等娱乐场所，被称为小上海。但是随着矿脉耗尽，20世纪后半叶，九份渐渐没落，一度成为沉寂的山中小镇。命运总有出人意料的转折。1990年代，因为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悲情城市》在此取景，九份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后又因为和神隐少女场景神似而声名大噪，游客再次潮水般涌入，让九份重现生机。如今走在九份老街，虽然假日时游人如织，熙来攘往，但若细心品味，依旧能感受到小镇深处的那份怀旧与柔情。顺着最热闹的基山街前行，各式各样的传统小吃和特色商店让人目不暇给。阿婆芋圆店里，热气腾腾的碗里盛着 Q 弹香甜的芋圆和地瓜圆，红糟肉圆、小笼包等老店门口大排长龙，更不用说各种怀旧纪念品店，贩卖老电影海报、怀旧零食，满满的都是回忆。走累了，不妨找间茶楼靠窗而坐，点一壶热茶，一盘凤梨酥，用心感受山城特有的慢调生活。从茶楼眺望出去，层层叠叠的民宅屋瓦伸向远处，山下不远处就是广阔的大海，海天交界处时而云雾蒸腾，仿佛人间仙境。很多游客选择在九份住一晚，因为傍晚游客散去后，小镇恢复了久违的幽静，可以静静地和这座山城独处。夜半时分，走在静谧的树崎路，偶尔能听见风穿过巷弄的低语，路灯昏黄，一切仿佛倒退回矿业小镇那个年代，令人浮想联翩。九份的美是一种沧桑之美，也是梦幻之美，它诉说着盛极而衰又重生的传奇。每一位到过九份的人，内心深处大概都住着一个挂着红灯笼的梦，挥之不去。第3名是新竹县的北埔。北埔是一个拥有浓厚客家风情的小镇，坐落在新竹县山间的小盆地中。虽然规模不大，却因保存了丰富的历史建筑和传统文化，
而被誉为客家文化的活化石。进入北埔街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古朴的平房建筑，青灰色的砖墙，带色的瓦片，其楼下雕花的木窗，无不散发着怀旧气息。这里的街道依旧保持着100年前的格局，狭长的老街上游人不多，大部分是当地居民悠闲地骑着脚踏车穿梭而过，向路旁店家老板打着招呼，邻里间的亲切感让人会心一笑。北埔最有名的景点之一是慈天宫，这座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庙宇香火鼎盛，供奉着观音佛祖，是小镇居民的精神寄托。庙前有一株几百年的老榕树，盘根错节的枝干撑起一片清凉绿荫，村里长者常爱在此聚集聊天，谈笑风生。一旁则是金广福公馆，这是北埔开春的见证建筑之一，由当年领袖江秀銮与林德修等人于清朝时建立，作为开垦北埔的基地。公馆融合了南洋和客家建筑风格，气派非凡，如今保存完好，已成为重要的历史古迹。除了古建筑，北埔的生活场景更是充满客家味。走在街上，你会发现几乎每家店都挂着擂茶的招牌。客家擂茶是北埔不可错过的体验。选一家100年茶坊，在庭院里坐下，只见老板娘端出一套木杵和盐钵，里头已放了炒香的花生、芝麻和茶叶。你可以亲自体验用木杵轻轻捣磨，把材料碾碎成细粉。这时碗中散发出阵阵茶香与坚果香，再注入热水搅拌，碗里立刻呈现一碗翠绿浓稠的擂茶汤，搭配几碟北埔特有的茶点，香 Q 的板条、客家小粽或是艾草糕，让人吃得津津有味。喝着自己亲手擂出的茶汤，仿佛也喝下了北埔的文化与人情味。北埔还有许多传统美食和工艺值得探索，例如用客家方式腌制的橘酱豆腐乳，咸香微甜，极具特色。或是在老街角的青草茶摊前，来一碗冰凉退火的仙草茶。每年春天，北埔周边山野漫山遍野，盛开油桐花，又称五月雪，洁白花瓣散落如雪，让整个小镇都浪漫了起来，也吸引游客来踏青赏花。当油桐花纷飞时，在北埔老街喝碗擂茶，再和当地长者聊聊天，仿佛时光静止，一种温馨满足感油然而生。北埔虽小，但五脏俱全，它就像一本打开的古书，每一页都有耐人寻味的篇章，等着旅人去阅读。第二名是新北市的三峡区。三峡曾经是北台湾的一座重要3层级镇，因3条河流在此汇聚而得名。如今，它以美轮美奂的老街与庙宇艺术而闻名，是台北近郊深具魅力的小镇。走进三峡老街，你仿佛一脚踏进了民国初年的台湾市集。映入眼帘的是长长的街道两旁，整齐划一的红砖拱廊连绵不断，拱门上方雕刻着精美的巴洛克风格线条与花饰。没错，这就是著名的三峡老街建筑群。三峡老街的兴建可追溯至日治时代末期，当时地方富绅们为了提振商业，统一兴建了这批街屋建筑，融合了西洋巴洛克与传统闽南风格，砖雕石刻细腻讲究，十分华丽。100年过去，这些建筑依然保存良好，成为三峡一张亮丽的名片。走在红砖砌成的骑楼下，迎面是浓浓的古典气息。你会发现每一根柱子、每一扇拱窗上都有独特的雕花，有的是藤蔓花卉，有的是飞翔的蝙蝠或麒麟，象征招财纳福。据说当年每户人家都请来能工巧匠，精雕细琢，自家门面，因此没有2座拱门的花纹是完全相同的。漫步其中，真像逛露天的艺术博物馆。当然，三峡老街不仅有建筑可看，还有满街的美味和工艺。这里最著名的一样伴手礼就是牛角面包，形似牛角的可颂面包，一口咬下酥脆香甜，是来三峡必买的点心。据传最初的牛角面包是在日治时代由一对法国夫妇引进，后来经三峡师傅改良而发扬光大，成为地方招牌。逛累了可以买一支古早味龙凤堂冰棒，或来碗清凉的爱玉甘仔冰，一扫夏日的炎热。除了美食，三峡还是蓝染工艺之乡。在清代，三峡因水质纯净，非常适合种植蓝靛染料植物，所生产的蓝染布品质极佳，
一度行销海外。如今老街上有好几家蓝染工作坊，你可以亲手体验蓝染，将白色手帕进入深蓝染缸中晃动静置，在提起时白布已染上渐层的蓝色花纹，过程既神奇又疗愈。带着自己的染布作品回家，更成了旅程中难忘的纪念。当然，到了三峡，不得不拜访的是镇上的信仰中心清水祖师庙。这座庙宇历史可追溯到清雍正年间，后来在20世纪中期由著名艺术家李梅树先生主持重建，历时数十年才完成。走进气势恢宏的祖师庙，最令人赞叹的是满目琳琅的雕刻与彩绘。抬头是色彩艳丽的藻井和蓝天白云图案，四周石柱盘绕着栩栩如生的飞龙，木梁上则刻满了各式人物故事，每一处细节都展现出匠师惊人的巧思与功力。李梅树先生当年集合了全台顶尖的雕刻艺师，力图打造出一座融合艺术与信仰的经典之作。如今我们站在殿前广场，细细欣赏屋檐下倒挂的木雕、香蕉、葡萄，还有雀鸟停栖其间，这些微小细节都展露出对生活的幽默体察。难怪有人说，清水祖师庙不是一座普通的庙，而是一件汇聚众人心血的艺术品。结束祖师庙之旅，不妨在庙口喝碗青草茶解渴，然后再继续漫步老街。此时夕阳斜照在红砖拱廊上，颇有一番岁月静好的氛围。三峡这座小镇就像是一座露天的历史博物馆与美食街，在这里你既能大饱眼福，又能大快朵颐，还能在不经意间与传统工艺和淳朴人情不期而遇。第一名是台东县的池上乡，池上被许多旅人誉为台湾最美的乡村。小镇没有华丽的人造景观，却因纯净天然的田园风光和淡然恬静的生活步调，深深打动人心。走进池上，仿佛走进一幅温柔的田园山水画。远处是绵延起伏的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山谷中央是一片广阔平坦的池上盆地。清晨时分，薄雾在田野上飘渺，初升的旭日把天空渲染成柔和的粉橘色，倒映在灌溉水田中，天地似乎融为一体。每当稻田插秧或收割前灌水时，池上的田埂纵横交错，大片水田如明镜般映出天空云影，一望无际的镜面随风泛起涟漪，令人恍惚，以为踏入了天空之城。当季风吹过，金黄的稻穗翻滚如浪，送来阵阵稻米清香，让人心醉神迷。池上最有名的地标之一就是那条伯朗大道。这条笔直的田间小路原本只是农用道路，因2003年一支咖啡广告而声名大噪。广告中金城武骑着脚踏车穿行其上，两旁是翠绿稻田和蓝天白云，他在路旁一株大树下歇息的画面成为经典。广告播出后，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亲眼目睹那棵金城武树和脚下这条梦幻道路。如今的伯朗大道已禁止一般车辆通行，只开放自行车和行人，正适合悠哉漫游。租辆单车骑上大道，只见视野无边无际，一切纯净而辽阔。偶尔抬头会看见成群白云似绵羊般在天空漫步，低头则是自己的倒影和蓝天一同映在水田里，仿佛骑行在天空之中。那一刻，内心的自由和喜悦油然而生。池上的魅力不止于此，小镇居民将朴实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每年秋收时节，当金黄稻穗垂坠田间，小镇还会举办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在田野中央搭建舞台，邀请音乐家演出。想象一下，在星空与稻浪间聆听现场音乐，微风拂过，稻田沙沙作响，与歌声相合，那景象旁如梦境，令人终身难忘。池上也是闻名全台的米乡，所产的池上米粒粒饱满，Q 弹甜润，许多顶级餐厅都指定使用。在池上火车站前有一家远近驰名的池上饭包老店，用怀旧的铁路便当盒装盛着卤蛋、排骨、豆干等简朴菜色，以及最重要的一球蓬松香甜的池上白饭。许多旅客专程在此排队，只为吃一口这传统味道，感受米饭在口中绽放的甜香。吃饱后，不妨到附近的池上乡农会米 Museum 走了，了解池上米从田间到餐桌的旅程。
或是干脆懒洋洋地躺在稻田旁的大草卷上，仰望湛蓝天空发发呆。池上的生活节奏就是这样，从容闲适，农作时勤奋踏实，农闲时享受与天地共处的每一刻。或许正因为如此，池上也在近年获得国际慢城认证，成为全球知名的慢活圣地之一。对许多人来说，池上之所以迷人，还在于它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寻回初心的感动。在这里，你会发现幸福其实很简单，一碗好饭，一片田野，一阵清风，就足以让人满足。曾有旅人说，池上的美，美到让人不想离开。的确如此，当你亲眼目睹夕阳缓缓沉入稻田尽头，暮色四合中传来青蛙的低鸣与远山的回音，内心无比平静与幸福。离开池上时，许多人都带走了一抹难忘的田园风光，存在记忆深处。也许日后的某个午后，在城市里抬头看天时，那段池上时光又会静静浮现在眼前吧。以上这10座小镇，就是公认台湾最美的10大小镇，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与故事。从东部纵谷的稻香，到北部山城的老街，再到中南部的古朴港厅，仿佛10颗闪落的明珠，共同串联出台湾的人文与风景之美。不知道这10个小镇中，各位听众朋友去过几个呢？如果你已经踏访过其中3个，那可真算你厉害，因为你已经体会到不少台湾秘境的魅力。而如果10个全部都去过，那只能说你实在太幸福了。当然，如果还有遗漏的，也不必遗憾，人生的旅途很长，这些美丽小镇始终在那里静候有缘人的造访。下次有机会，不妨抽空离开城市的快节奏，选1-2个小镇深度漫游，喝碗擂茶，骑车看稻田，逛逛老街，聊聊古今。在不经意间，你或许会发现，最平凡的风景里藏着最动人的感动。旅行最美的，不就是这种遇见与发现的惊喜吗？希望每个人在造访这些小镇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难忘回忆，领悟到台湾之美的多样与深沉。让我们怀抱这份感动，继续出发，去探索更多台湾之美吧。